金秋10月，就在大家沉浸在 A 股牛市的狂欢之中时，隔壁日本一颗巨大的经济炸弹正在悄然引爆。没错，日本首相换人了，而且这新首相一上台，直接做了一个令全球震惊的决定，那就是推翻持续12年的安倍经济学，反向加息。什么情况？现在可是全球各国争相降息放水的时候，日本却决定逆势而为。这是要成为全球经济的逆行者吗？要知道啊，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啊，加息是为了什么？一定程度上就是经济太好，过热了呗。难道说日本失去的那30年现在找回来了？这么厉害？如果是，那么日本是如何从低谷期走出来的？他们的经济真能回到正轨吗？更值得关注的是，每一次日本加息，全球的金融市场都会遭遇黑天鹅事件。那么这一次呢？历史会再次重演吗？日本泡沫经济完整版，今天一次性分享给大家。本期视频有点长，请大家耐心看完。要理解日本经济的现状啊，咱得先从它失去的那30年讲起。稍微了解一点的朋友就知道，日本本质上就是一个出口导向型国家，向外出口自己的汽车、家电、半导体。你像丰田啊、索尼啊、松下呀、任天堂啊，这些日企到现在还是家喻户晓的。所以日本经济需要长期维持贸易顺差。什么意思呢？简单来说啊，日本每年往外卖东西赚的钱要比他买东西花的钱要多啊，这就叫顺差。而要持续往外卖东西，除了东西好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必不可少，那就是汇率，也就是日元你要足够的低，这样别人过来买你的东西就足够的便宜。还记得上世纪70、80年代啊，日本经济简直风光无限啊！1955年至1973年，实际 GDP 年均增长9%。到了80年代，日本制造业和出口能力更是爆发式增长啊！日本产品飞速占领全球市场。那当时连美国都被逼急了，因为日元汇率太低了。结果就是日本产品来到美国就被疯抢，而美国产品在日本压根儿卖不出去。那美国作为日本的老大哥，他能干吗？于是美国掏出了一个杀手锏，叫广场协议。协议内容很简单，就是强迫日元升值，打压日本出口。而这个协议也就成为了日本经济从此以后的分水岭。之后的2年内，日元不可控地升值了100%，从$1兑换240日元变成了120，日本的产品变贵了，瞬间在国际上失去了竞争力，经济一度陷入停滞。日本政府当时还很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心里想着既然别的国家不买了，那就交给本国人民自己消化吧。于是开始放水、降息、促进消费，总之就是想方设法的让老百姓手里的钱多起来。可是这洪水一旦放了出来，接下来的剧本怎么走，那就不可控了呀。结果就是大量的资金并没有流向实体，日本老百姓毕竟好日子过惯了，搞实体多累呀。那啥地方来钱又快又轻松呢？炒股炒房。于是大量的资金开始进入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行业，海外资金也趁势涌入助推，日本的资产泡沫开始大肆膨胀。到了1990年，光是东京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境的土地价格，日本人甚至喊出了卖掉东京就能买下美国这样的口号。股市整体的市盈率更是高达70倍，整体市值相当于 GDP 的150%。当日本政府看到这逐渐失控的资产泡沫，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开始主动降温，但是为时已晚。天价的资产价格没有实质的经济支撑，加上宽松政策的结束，热钱洒出，1990年泡沫正式破裂，日本也就从此进入了失去的30年。这30年是怎么过来的？你可以看看首先是资产价格的崩盘，土地价格一路狂跌，银行坏账成堆，部分地区当初价值1亿日元的房子竟然只剩下了几百万日元。但是老百姓身上的房贷还在股市也一蹶不振，日经指数从4万点跌到1992年的14000点，甚至在09年一度跌到7000点左右。随后就是经济的停滞，日本的名义 GDP 从80年代接近7%的增速骤降到2000年几乎为0，从1991年到2022年，名义 GDP 几乎没有增长，企业不再扩产，一心还债，国民也不愿意消费，人人背负着巨额债务，日本经济就这么陷入了漫长的通缩之中。而就当全世界都以为日本经济将一蹶不振，陷入无尽的低迷时，
有一个人临危受命，想要改变这一切，他就是安倍晋三。他的安倍经济学掀起了日本历史上最激进的经济改革，史称三支箭。第一箭也叫超宽松的货币政策。为了让日本经济重新活起来，安倍采取了非常激进的货币政策。他要求日本央行疯狂印钞，实施无限量化宽松，甚至把利率降到负数。目的很简单啊，就是让日元大幅度贬值。这样一来，大家更愿意花钱嘛，企业也会借钱扩产，出口商品的价格也变得更有竞争力。而日元贬值对日本企业来说啊，真的是如有神助。根据野村证券的测算，日元对美元每贬值1日元，就会给丰田、本田和日产3巨头增加640亿日元的营业利润。同时，因为资金使用成本便宜了，又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电子产业的发展，特别是家电、手机以及半导体材料。这导致全球大部分高端电子元器件，特别是半导体材料和电子电路，都依然掌握在日本企业手中。在推出第一箭的基础上，安倍还准备了后续2箭分别是通过财政刺激、政府大力投资基建以及结构性改革，让更多的女性和老年人走进职场，包括吸引外资。就是靠着这持续的3箭齐发，日本经济才逐渐走出了泥潭。从数据上来看，代表资产价格的楼市，东京的房价创下了07年以来的新高；代表上市公司的股市，日经225也冲上了近30年来的高点；就连代表经济活力的就业也企稳回升。日本2024年应届生就业率达到了98.1%，创造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。但是，先别着急啊，日本经济真的重回正轨了吗？用脚趾头想想啊，如果光靠撒钱就能解决经济问题，那委内瑞拉的货币也不会变成废纸了吧？事实就是，安倍经济学虽然让日本走出了短暂的通缩，但也给日本经济带来了相当棘手的副作用。首当其冲的就是严峻的通胀。日本是个岛国嘛，资源匮乏食品能源都非常依赖进口。这些年日元大幅的贬值，搞得进口成本大涨，再叠加着国际局势的不稳定，直接让日本的物价失控了。数据显示，日本今年有超过1万种食品在涨价，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压力。光10月份就有约3000种食品涨价，包括肉制品、大米、食用油、零食、奶粉，这些可都是实实在在的民生领域啊。另外一方面，那就是日债。日本面临着全球最重的债务大山。当年日本为了刺激经济，从90年代开始就推行减税政策，但是减税不仅没能拉动经济增长，反而让日本政府的钱袋子越来越瘪。你像2010年，日本个人所得税收入只有1990年的60%，企业所得税缩水到仅剩1/3。那么好，税收的少了，但一个国家每年正常的开支没少啊，像公务员的工资公共事业支出、福利待遇、公立学校这些大大小小的事儿，全得政府花钱。日本政府钱不够怎么办？只能发债打欠条，于是这笔债也越欠越多。1990年，日本债务占 GDP 的比重是68%，而2024年预计将达到254.6%。更致命的是，日本央行的资产中78%是国债一旦开启加息，意味着利息变高，要还的钱就更多了，债务压力加剧，国债价格下跌，央行的家底儿也将面临缩水。所以可以这么讲，日本每加一次息，都像是在一颗定时炸弹上按下快进键。如今的日本经济就像在钢丝上行走加息，债务崩塌，资金外流，央行资产缩水，甚至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。反之不加呢，通胀又会如洪水般席卷，物价飞涨，民不聊生。虽然新首相石破茂的竞选口号是守护日本未来，但接下来他将面临的是历史上最难以破解的经济迷局。那石破茂究竟是日本经济的拯救者，还是那个引爆炸弹的人？全球都在拭目以待。